今天是2021年2月2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谈中美关系。所谓中美关系呢，也就是在拜登他接任美国总统以后，那么中国和美国现在他这个外交关系以及中美之间产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实际上是中方呢不断的刺探美国的底线，利用各种突发事件。这两天呢，中共呢这个外交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中央的政治局委员兼外交方面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叫杨洁篪。杨洁篪呢现在又开始呢对美国喊话，希望美国呢能够恢复中美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就是在蓬佩奥主持美国国务卿这个工作期间自从蓬佩奥去年跟杨洁篪有一次在夏威夷会面以后，美国就是切断了跟中国所有的对话联系，无论是美国哪一个级别，无论是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这一级，还是说国务院下设的美国其他的各个部门，完全切断跟中方双方对话的之间的这个渠道。也就是中共呢，他没有任何一个渠道跟美国还能有沟通了。美国当时建立就是对中共就是打击2个字，不需要跟你对话，没什么好谈的。因为中共你跟他对话来对话去，他花言巧语讲了那么多，但最终呢都不会兑现的。那么中共呢就把宝呢压在拜登身上，如果拜登当选，那么毫无疑问来讲，中美之间关系会产生立即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中方早就搞定拜登嘛，这么多年他们对拜登是有数的。拜登你接任总统以后，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一定是有一个和川普根本的变化。所以说呢，中共呢他就一再呢对美国呢现在表达他希望能够对话的这个态度。杨洁篪呢这2天又在喊话，那么西方也好，美国也好，他们对中共呢就一再上当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呢，中共实际上他对外讲话，他一直是2套话语体系。什么2套话语体系呢？一个就是习近平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领导的包括中宣部、政治局常委，也就是王沪宁他们所控制的这一套对于中国老百姓宣传的体系，他们都是不断地把美国当作中国最大的敌人，动不动呢就在中国煽动起中国草民呢要跟美国对立，让中国老百姓时时觉得就是说美国在欺负我们。我们现在呢为了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我们就坚决地要反帝。这是呢习近平领导的中宣部和习近平在国内他建立的这套话语体系，也就是让所有中国的老百姓对美国都产生痛恨，把中国现在出现的一切问题、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把它归结成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这是中共呢，他在国内在草民，在中国这个被洗脑的14亿老百姓里面呢，他不断地建立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也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仇恨美国嘛。这是中共的对国内的话语体系。但是呢，在习近平他不断地在国内树立美国为敌，以美国为敌人的这个话语体系之外呢，他们还有一套对外的外交体系。这个对外的所谓外交体系呢，实际上现在就是以什么王岐山杨洁篪以这些跟美国关系比较良好的这些温和派，用这些人不断地对美国，包括华尔街硅谷以及美国的西方的跟中国之间早就勾兑好的这些政客喊话，就是希望跟美国呢大家共同什么管控分歧我们大家彼此友好协商中美之间的关系良好，对全球和平是一个重大进步中美2个大国，我们只能是增加我们之间的友好，减低我们之间的摩擦这也就是中共这一套话语体系。对外呢，它是跟美国呢拉拢美国的政客，拉拢美国的华尔街，拉拢美国的硅谷的大佬，也就是中共对外它是释放，它要跟美国友好的体系，是希望美国和中国大家之间消除摩擦，然后呢我们共同做生意，我们扩大我们彼此之间的利益。也就是说全球化他们应和了美国，也就是全球化，你要搞全球化，你不可能撇下中国，没有中国哪来的全球化？全世界的工厂不都在中国制造吗？所以说呢，中共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勾兑呢，也就是希望什么？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因此呢，中共就不断地用经济利益去捆绑美国，同时呢，也是中共输送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个人家族利益给美国的这些政客，以及给美国华尔街的大佬和硅谷的这些大佬，让这些人跟中共之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后，他们自然跟中共脱钩就脱不了嘛。川普总统一再希望把所有的产业撤回美国来，跟中共脱钩。但是现在拜登上台了，中共怎么会让你脱钩呢？因此中共呢始终是建立2套话语体系，一个是对国内的，对国内就是对老百姓洗脑，告诉老百姓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要仇恨美国，我们今天中国碰到的一切困难都是美帝国主义造成的，这是对老百姓洗脑，并且不断地树立老百姓把自己所有的灾难都把它归结到美帝国主义头上，也就是这种仇美的情绪。
中共从它建政从1949年到现在70多年来，它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把美国视为自己主要敌人的，他们的这个战斗目标。那么同时在国际上面，他们对美国是不断的示好的，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打击中国，中共就活不下去。川普总统接任的这4年，在川普总统这一届内阁的这4年，中共是给美国打得七窍生烟的，也就是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还是军事方面，都受到美国极大的压力。可以讲，中共如果是在美国持续这样高压的政策下，共产党能不能活过川普下一个任期是根本没把握的。很可惜，川普这个任期呢被做掉了。因此呢，川普这个任期被做掉以后，中共现在就不断的开始跟拜登喊话了，因为拜登是老朋友了嘛，在奥巴马执政时候有8年副总统的经历，并且拜登担任副总统时候，恰好是习近平担任储君、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他们2人作为国家的副职，他们2人当时作为国家的2号领导人，他们之间彼此有很多接触的，也就是习近平的时候知道他是搞得定拜登的。而拜登呢，也是认为呢，习近平很快就要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作为储君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打好他们之间的政治基础。因此呢，这2个人打得火热，他们之间的勾兑那已经非常多了。也就是拜登他儿子亨特·拜登在中国拿到多少亿的这个中国银行的投资啦，哪个地方的贷款呢，在中国获得每年几千万美元的这个利润啦，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事啊。对于中共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贿赂美国，贿赂美国即将要当总统的这个总统竞选人，而且在奥巴马执政时候都担任过副总统的，这种利益勾兑几千万美元算什么？所以说呢，中共呢，他几十年来在拜登身上已经下足了功夫。他们知道，拜登如果真的执政的话，对中国目前来碰到的这个困局，就是川普总统已经建立的对中共严厉打击的，尤其是外贸战略上的打击，对中国加征的大量的关税，一定呢会松绑的。所以说，中共的这个期待呢不会落空的，因为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也就是拜登政府呢现在已经正在重新评估川普时期的国家安全措施，其中包括中美第一贸易阶段的协议，也就是中美在去年1月15号是签订了第1阶段的经贸协议的。这个经贸协议1年下来，中共根本没有完成，连购买的指标都没有达到。所以说呢，本来第1阶段经贸协议呢，中共没有执行好，美国应当是按照协议的内容是惩办中国的。你违约嘛，你没有达到协议的要求嘛，应当是惩办你嘛。但是拜登不会惩办，拜登现在不但不惩办，要重新评估中美第1阶段经贸协议，而且这个评估期间呢，他们还决定是暂时实施停止呢对美国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也就是他说要去评估，他实际上就是把这个3700亿加征关税的这个措施把它停下来了嘛。这3700亿关税本来是继续加的，但是他说我们现在要评估，哪天评估完他们不知道，但是评估期他们先把这个3700亿美元加征关税把它停下来了。这下子中共高兴死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这个评估最终的决定是什么时候恢复，还是决定要取消，至少在评估期里面，中共这3700亿美元的所加征的关税就不用加了。因此来讲，这个评估期的时间越长越好啊。所以说，中共简直是喜出望外啊！对于中共来讲，这是天大的喜讯，因为它意味着川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在拜登这个评估期开始以后，就变成了烟消云散了嘛。也就是中共被川普总统自从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共实施严厉的打击，对中共加征很高的关税的这个对中共的外贸打击这一个战略，中共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拜登现在一个评估就已经把这件事停下来了。所以说，拜登他上台仅仅才2个礼拜不到，但是他所做出来的所有对中共的这些策略，你看出拜登是反共的吗？好多人动不动跟我辩解，说是拜登反共，川普不反共。那么你从拜登所作所为，你拿什么证明拜登是在反共？而很多人说川普讲习近平是好朋友，川普嘴巴上是讲过习近平是好朋友，但是川普打击中共的所有的这些措施，所有这些动作，习近平不是打得嗷嗷叫吗？你看打击打到谁头上呢？讲得好听有什么样？拜登讲得很好听啊，拜登动不动就说他要打击中共，他要遏制中共，但是他实际上他一直在跟中共勾兑啊，过去已经勾兑了那么多年啊，现在他当总统了，现在仅仅才半个月，他就已经把中美第1贸易阶段的协议已经停下来，把加征3700亿关税的这个措施停下来，他现在要去评估了，他评估个3年5年你都不知道，你知道他评估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说拜登他实际上就是采取一种跟中共勾兑的政策。只不过呢，拜登呢，他真的要看一看美国现在朝野呢是对中共怎么看。目前来讲，美国朝野对中共的问题，无论是2党，
还是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中共都是一致谴责的态度，反对跟中共任何勾兑。美国的独立智库叫 CCGI， 它呢采集了900多个各个行业的意见领袖，就台湾入侵美国是否该出兵来保卫的这个议题呢，进行一个广泛的调查。在900多个各行各业的意见领袖里面，最终调查的结果是85%的共和党人，63%的民主党人，58%的无党派人士都支持美国可以出兵协助台湾。对于第二个调查的议题，也就是美国在今后的2年是否该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那么97%的共和党人，91%的民主党人都填了 yes， 都说了是。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方方面面的精英，美国的意见领袖对遏制中共、打击中共方面，他们态度都是坚定的一致，高度的一致。虽然两党的争议很大，但是在打击中共、排斥中共这方面，两党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说，根据这个数据，你觉得谁还敢跟中共勾兑？下个礼拜一，也就是12月8号，美国国会呢通过参议院准备对川普进行弹劾审判，有2个川普新晋聘请的律师，一个叫大卫·斯科恩，第二个叫小布鲁斯·卡斯托，他们将率领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出席。他们最主要是聚焦离任总统是否可以弹劾，这种弹劾审判是否违宪，以及民主党呢他政治武器化。他们是聚焦这2个弹劾的话题。也就是川普总统呢，本来呢有5个律师，这5个律师呢决定呢是在弹劾审判中加入川普总统的律师团队，针对川普总统作为一个离任总统，宪法上是否有这个对离任总统可以审判、可以弹劾这么一说，以及这个议题进行辩护的。但是川普总统不仅仅是希望对于离任总统是否可以弹劾，因为离任总统弹劾完全是违宪的，这都是不需要争论的话题。最重要，川普总统是希望能够揭露本次大选的舞弊，而且是政治武器化。川普总统是想通过这个话题来揭露整个民主党对川普总统的陷害。但是那5个律师呢，他们坚持呢辩护呢是不谈什么政治武器化，也不谈大选舞弊的，他们只谈离任总统弹劾是否违宪的问题。这样呢，他跟川普总统在辩护的这个话题上有所不一致。那么最终这5个律师团队达不到川普总统的要求，所以说川普总统呢现在就安排了2名新的律师，由这2名律师呢领衔出征，在2月8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参议院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所谓弹劾仪式上，他们代表川普总统出席整个这个弹劾会议。那么这个弹劾能成功，它的可能性是完全没有的。大家都知道，美国参议院有一个议员叫兰德保罗，他早就发起过一个认为对川普总统作为离任总统来弹劾是违宪的这么一个提案。这个提案呢，经过参议院呢100个参议员已经呢大家投票表决过，其中有45名共和党的参议员是持反对意见的。那么也就是说，支持弹劾的议员他很难凑到这个议会规定弹劾程序能达到标准的67名议员，也就是不可能有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能支持弹劾的这个条案，也就是弹劾最终就是成为一场闹剧，弹劾是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在弹劾不能成功的情况下，这个参议院现在多数党领袖是民主党人苏木，他呢坚持要把弹劾案呢进行到底。因为民主党人明知道这个弹劾是不可能成功，但是他们就是想通过这件事去羞辱川普嘛。那么因此到了这个时候，共和党里面有一部分参议员他们是看风向的，比方是格林勒姆。格林勒姆这个人就是墙头草，就是风向标，他往哪飘呢，就知道呢势力现在往到哪去。格林勒姆这2天他就警告民主党人说，如果他们开始召集证人参加弹劾审判的话，他将会要求 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来作证，在国会大厦发生的这个暴力事件，他完全是事先计划好的，跟川普总统在广场上发表演讲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格林勒姆，他警告民主党人，你们不要呢去随随便便去召集什么证人来参加这个弹劾审判，否则的话，我就让 FBI 出具他们自己调查的这个证据，然后让这件事情大白于天下。这是格林勒姆，他威胁民主党人。格林勒姆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我已经说过，他是一个风向标，也就是他往哪飘，一定是风向势力往哪里去。在川普总统最初11月3号大选结束之后，川普总统掌握了大量的这个舞弊证据的时候，格林勒姆是支持川普的，他甚至出了50万的资金捐献到川普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支持川普通过律师团队能够打官司来给川普赢得川普总统他应当获得的这个总统职位。后来呢，格林勒姆看这个风向呢往民主党那边飘，也就是拜登他成为总统进入白宫的这个现实很快就要实现了，并且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突然捅刀，也就是麦康奈尔召集一批
共和党参议员里面的大佬们一起倒向了民主党，跟民主党勾兑，而且在勾兑的过程中，毫无疑问来讲，格林勒姆是勾兑人之一，他也就是参与了跟民主党的勾兑嘛。所以说这时候把风向又飘向了这个民主党的一边，因此才有1月6号国会认证的时候，彭斯、格林勒姆、麦康奈尔他们都集体的倒向了民主党，然后最终他们做局啊，川普做出了局，也就是格林勒姆到了关键的时候是背叛了川普总统的。到了这2天要搞什么弹劾审判了，格林勒姆看出来了，目前这个弹劾审判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川普总统在共和党内的人气越来越高，共和党的选民和议员支持川普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说格林勒姆在关键时候讲这个话，他所谓来支持川普，实际上是为了保住他自己在川普总统心中的地位，保住他在选民中的一点形象，然后最终能够让川普总统帮助他，让选民能支持他，还能够让他下一次竞选之后还能当选，这就是格林勒姆的算盘。当然有顶风而上的美国伊利诺伊州共和党的众议员叫亚当·斯钦格，这个人是赞成弹劾川普的众议员里面的10个人之一。这个人到今天他还拎不清，他现在居然要启动一个反川的共和党联盟。像这个人，他下一次还能够当选吗？他所在的伊利诺伊州是民主党的州，是一个蓝州，也就是蓝州绝大部分的选民是支持民主党的，人家不会支持他这个金金格这个共和党的议员。也就是说，所有的选民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没有人支持他，而共和党少部分的选民都是支持川普的。你现在在弹劾会议上面公开提出要弹劾川普，而且还要启动什么反川共和党的联盟，这个人脑子坏了。所以说，像他这样的人，下次100%当不了议员的，因为众议院的议员就是2年的任期哇，他刚刚当选议员，到明年2022年他就得滚蛋了。你觉得他这个人还可能再当选议员吗？那10个在众议院里面一起来弹劾川普的，以共和党的3号人物这个利兹，就是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利兹为首的这10个人，下一次我认为他们10个人几乎都不可能当选，最多有个别漏网之鱼，绝大部分人因为他们弹劾川普，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们一定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的不光是美国的这些议员啊，包括蔡英文啊，蔡英文他勾结拜登，他向拜登跪舔的这个姿势大家都看到了。你觉得拜登他最终他会拉蔡英文吗？目前来讲，中共他这些军机绕台，他这些所有的下马威是给拜登看的，也就是中共不断地测试拜登的底线。虽然美国朝野都认为美军应当是派兵来保卫台湾，来对付企图武统台湾的中共，但是拜登不一定这样想啊。你觉得拜登他会对中共做出什么反应吗？拜登现在不是说叫战略性忍耐吗？那你忍耐到哪一天呢？也就是拜登的战略性忍耐，中共的得寸进尺，就导致了蔡英文在台湾民众心中的那个威望就不断的下降嘛。这几天香港又做了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实际上是香港和台湾呢他们的一个政治机构，他们每年都做的这种民调，他们是对两岸领导人在香港民众心中这个排名，他们呢不断的呢做每次的这个民调摸排。那么这一次民调的这个数据出来了以后，蔡英文和习近平他们的这个排位都不断的在下降，蔡英文才排到了第5位，习近平是排到了第6位。那么中共退职的那些领导人，就是离任的领导人，反而呢在香港民众心目中他们的形象在上升。朱镕基排到了第1位，温家宝排到了第2位，胡锦涛排到了第3位，李克强排到了第4位。也就是说，在香港民众心目中，中共那些离任的领导人，他们的排位反而靠前。现任的领导人李克强的排位是高于蔡英文，也高于习近平的，这是指对两岸领导人的排位。香港民众为什么这样排呢？第一个是他们怀念当年香港刚刚被中共收归之后，这个朱镕基也好，温家宝也好，胡锦涛也好，在他们这2任执政的过程中，至少那时候还装模作样的维护着一国两制，香港民众的基本权利还得到保障，也就是香港至少按照基本法要求，对香港民众所承诺的各种民主自由呢，还能够延续过去英国统治时候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所有香港民众希望保持的所谓两制里面所涵盖的所有民众的各种民主生活内容。但是到了习近平接任以后，就不断的蚕食香港民众的自由和民主。到了国安法出台以后，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现在就是一国一制了嘛。
而且对香港民众过去所存在的各种自由和民主，中共现在已经把它压制完毕了。由于蔡英文在他执政以后，尤其是他连任之后，他没有对香港现在发生的，因为中共他用国安法去蚕食了香港民主自由之后，没有给香港人民实实在在的帮助，所以说蔡英文在香港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形象也不断的在坍塌。蔡英文可以讲，在他自己连任之后，他自己的政绩是不断的下滑的。他无论是对待香港、对待中共，包括对待美国，他所采取的政治立场都是属于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所以说，蔡英文后面这个任期，我觉得他的评分比他第一个任期要大大的下降。因此，蔡英文现在他的形象在香港民众心目中的这个坍塌呢，也是他自己呢个人为他自己所作所为所付出的代价。包括这次缅甸的这个昂山素季嘛，昂山素季在他自己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前，领导的缅甸人民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他是得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也得到全世界所有正义的国家，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大力支持的哇。在不断的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中，最终缅甸的军政府做了让步，也就是说，缅甸军政府愿意让出国家，让文官来治理，让国家选举一个民选的政府。那么昂山素季所带的党，他们最终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昂山素季本人也出任了缅甸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治理国家的呢？他给国家带来了民主，带来了自由吗？那些在国家里面揭露政府腐败的、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记者，都给他送进了监狱。那你觉得他的这个自由民主不就是嘴巴上的自由民主吗？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专制，替代了另外一个专制。它这个专制制度和原来的军政府的专制制度只是名称上不同，内容上没什么差别啊。所以说，军政府觉得，与其让你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专制，不如我自己直接来专制了。因此，军政府就指责昂山素季在大选中，他们因为有舞弊的现场，就在星期一，也就是2月1号，就抓捕了昂山素季和昂山素季所有的这个全国民主同盟的这个里面主要的领导人。而且军政府马上就宣布，在缅甸实现1年的这个军事管理，在1年以后重新举行大选。目前国家政权是由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由他呢来掌握。那么对于这件事呢，西方呢是一片的谴责声音，拜登呢是最积极。当然了，除了拜登之外，所有的西方民主发达国家呢，也是不会允许这个军方呢通过政变的方式来扣押民选的领导人的。所以说，英国也好，欧盟也好，日本也好，澳大利亚也好，都对此呢做出了强烈的谴责，要求军方呢立即放人。这是西方政府所表达的态度。那中共呢？中共的态度就不这样了。中共的态度一贯是很暧昧的，是模棱两可的。中共在这个里面，他不选择他的立场，因为中共很清楚，他们跟昂山素季关系不差，他们跟缅甸军方高级领导人关系也不差。中共的语气比任何国家呢都要温和。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缅甸发生的事情，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中国是缅甸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缅甸各方在法律的框架内妥善处理分歧，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也就是中方这个话完全是模棱两可。什么叫宪法法律的范围内啊？维护稳定，谁都会讲维护稳定。那么如果有了军管，你觉得还有政治稳定吗？那么为什么军方这个领导人敏昂莱他能够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他不在乎中共会有强烈的反弹呢？他跟中共关系一点都不差啊。王毅是20天前才访问过缅甸，他到缅甸去访问，既接见了缅甸的这个总统，也见了昂山素季。更重要的，他见过了缅甸军队的最高司令，叫敏昂莱。敏昂莱他跟王毅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明确告诉王毅，现在缅甸的这次大选，就是去年11月份这次大选是有严重舞弊的，对这种舞弊行为，军方不会坐视不管。而且缅甸的民众也不断地爆发他们上街游行抗议大选舞弊，同时军方也警告过昂山素季，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不对大选的问题做出事实的说明，不能够对舞弊的现象进行克服，那么军方将会接管政权。也就是军方他这个所谓军事政变，事先是告知天下，是告知昂山素季的，只是这个时间点人家没讲，人家也就是选择在2月1号，昂山素季认为他要组建新政府了，那么军方对他进行了动手。那么军方动手之前，可以讲敏昂莱和王毅见面的时候，他是告诉王毅大选舞弊的事情啊。虽然王毅当时的表态也跟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汪文斌讲话一样
模棱两可，什么要求维护国家稳定啦，在宪法框架内处理啦。实际上，王毅给敏昂莱就是一种打气，也就是说那是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管，反正你们跟中国关系都很友好。缅甸离开了中国的经济支持，缅甸也无法发展。在地缘政治上，可以讲中共这次又走了先手，而且他给拜登吃了一只苍蝇。为什么呢？美国是根本不允许谈什么大选舞弊的。而大选舞弊的事情，因为昂山素季被抓捕以后，一下子就成为国际上的热谈。这件事情可以讲，拜登是气急败坏的。要不美国国务院为什么迅速的就做出了反应？现在除了美国白宫的发言人指责缅甸之外，同时美国国务院现在正式宣布，缅甸这次军事政变已经变成了是军人干预文官政府，美国将给予缅甸给予打击和制裁，也就是削减美国对他的对外援助。那么对于敏昂莱来讲，根本不在乎你美国给缅甸的那一点点援助，因为美国给缅甸的援助也就是1-2亿美金，这一点点钱对于这个军政府来讲不在乎，更何况中共给的钱不止1-2亿。可以讲，美国现在去制裁打击缅甸军政府，中共是求之不得。中共正好利用这个当口去挑唆缅甸军政府跟美国的关系，而且中共早就跟缅甸军政府有所勾兑，也就是缅甸军政府如果他控制政权的话，他跟中共之间早就眉来眼去，他们彼此之间的利益勾兑多了去了。所以说，美国尽管他不断的呼吁缅甸军方必须立即释放昂山素季，那你认为美国这种呼吁有多少国际影响力吗？我可以讲，回答只能是 no。因为美国自从中美建交以后，美国与中共做了兄弟朋友以后，历代总统他们跟中共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他们在中共的身上已经犯了很多致命的错误，造成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早就是名存实亡，他根本就没有了中共的影响力。可以讲，要不是川普总统执政，川普总统极力挽回美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制造美国优先，制造美国伟大。如果继续是奥巴马和民主党在川普那一任是希拉里接任的话，现在美国早就给中共做掉了，也就是美国的影响力早就给中共覆盖掉了。那么是因为来了川普总统，才遏制了中共对全球的渗透，遏制了中共对美国思想意识形态的侵入。所以说，川普总统本来是在他的任期上要斩断中共这个魔爪的，但是呢，中共呢，他联合美国的民主党，就集体通过舞弊的方式，把川普总统的竞选就把它做掉了。那么做掉了川普总统以后，中共现在就迎来了拜登政府与中共继续合作。只要中共存在，就别说美国国际的影响力，美国可以讲他自己都自身难保。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嘛，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最知名的汽车公司叫通用公司，通用公司已经决定在2035年前停止所有的汽油生产和柴油汽车。也就是说，到2035还剩这么14年，美国最大的汽车公司通用公司，他们将不再生产传统的汽车，也就是不再生产汽油车和柴油车，全部生产电动车。他这个目标跟中共完全是一致的，因为呢，中共呢他就知道，他本身能源稀缺，中共的这个石油能源都靠从俄罗斯、从中东进口，所以中共呢他就决心要解决能源的问题。同时，中共派出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到美国，偷到了美国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然后中共通过这么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中共在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的公司已经主导了电池这一块的生产，无论是汽车上的发动机、电池和其他零部件市场，中共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这个方面实现它的领先目标，就是电动车生产方面，中共已经实现了它的领先目标。它早就把美国以特斯拉为首的和美国其他的这个电动车里面的核心技术早就给中共盗窃完了。而美国作为在底特律中坚力量和美国工业实力象征的通用汽车公司，它现在只能接受由中国企业起主导作用的汽车和电池技术。也就是中共实际上是希望在电动汽车这个领域能够保持它超过美国的竞争力，它能偷的技术早就偷到手。中国政府一直在发展本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在这个方面，它给予这些汽车行业以大量的补贴，像出租车公司和地方政府都提供了每台车都高达8000多美元的购买补贴。所以说，中国现在已经是电动汽车大型电池组的重要生产国，它的产量远超于世界各个国家的总和。无论是日本的汽车工业，还是美国的汽车工业，包括德国的汽车工业，现在不得不跟中国合作，在选择新能源、选择电动车这个方向发展。
那么中共它由于在电动车方面，尤其在电池技术和电池产量方面，它现在在全球领先的话，所以中共它就通过了它自己主导全球汽车工业、汽车电池技术这一块的优势。美国现在不得不向中国抄作业了，也就是跟中国说到2035年，他们准备通用汽车公司就停掉了传统的汽车生产业，然后跟中国就合并去生产电动汽车。所以说，中共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达到是偷美国人的东西，然后壮大自己以后，然后把这个技术在全球形成他自己的标准以后，大家都按照这个标准靠。汽车工业在西方已经成熟了有100-200年，在100-200年以后，中国改写了这个汽车，改写了电动汽车的技术，引领了电动汽车里面最新的标准，就跟他们的华为5G 一样，他们通过5G征服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讯市场。要不是美国遏制，可以讲再过10年20年，全球的通讯就由华为在进行主导了。所以说，如果你不遏制中共，那最后中共只要存在，他有一天就会把他自己所有的到来的技术，然后来给世界制定标准，而他们制定的标准，最终就是什么？用他们的红色思维来统治全球，用他们自己残酷的专制制度去替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最终全世界人民就沦为共产党和共产党豢养的、跟共产党勾结的那些深层政府，他们最终是奴役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最终成为奴隶和这些资本家以及中共这个邪恶的共产政权他们收割的韭菜。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